韩国国防部28号也公布了未来5年的国防规划，计划从明年起至2027年投入331.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1万亿元，用于建设和运营军事力量。其中，装备费占国防预算总额的比重将从今年的31%增至2027年的36%。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未来5年的巨额国防预算当中，有一笔56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8亿元的费用，将专门用于研发激光防御武器等，提升应对朝鲜无人机。12月26号，5架朝鲜无人机越过韩朝军事分界线飞入韩国领空。韩国军方接连派出 F-15K、KF-16战机、KA-1轻型攻击机、阿帕奇和眼镜蛇直升机等战机，连续射击100多次，却未能命中目标，反而导致自己一架战机失事坠毁，引发韩国舆论哗然。朝鲜5架无人机在中午的12点进入韩国，韩国呢，它号称呢，它的军力呢全球第6，而且呢，有美国呢和美国这样一个同盟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反映出2方面。一方面呢，就是韩国它的应对这种准备不足。我们看这一次它的应对可以说非常的匆忙，非常的无序。再一个呢，其实也反映出韩国在无人机方面的技术也比较落后。包括在雷达，在这种精确的打击。所以这一次尹锡悦总统也非常愤怒，他也表示近期要去韩国相关的无人机的一些这个工厂去视察。这说明他心里面没底。韩国总统尹锡悦随后指示，韩国必须加快建设一支具有监视和侦察能力的无人机专门部队。目前，韩国陆军地面作战司令部麾下有4个无人机中队，而根据2023至2027国防中期规划，未来5年内还将创建3个无人机中队。12月29号，韩军进行了针对朝鲜无人机的联合防空演习。此次演习假定朝鲜无人机进犯，韩国军方以实战方式进行探测和击落。韩国最新出炉的未来5年国防规划已经编列了针对朝鲜无人机探测装备以及硬杀和软杀武器体系，其中区域防空雷达是探测敌军无人机的主力装备。韩国政府将按照原定计划推进部署，具体的量产规模尚未公开。硬杀武器体系为对空激光武器，可摧毁敌军无人机。韩国国防部表示，该武器研发项目目前处于测试评估阶段，预计可于2026年研制完成，于2027年完成部署。至于屏蔽无人机信号使其丧失能力的软杀武器体系，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韩国政府希望能在5年内部署，一旦在前线部署软杀武器，有望巩固韩军应对小型无人机的能力。朝鲜无人机2017年在庆尚北道新州驻韩美军萨德基地进行拍摄后，韩方曾部署了经改进的区域防空雷达等侦测装备，并成功探测到部分朝鲜无人机，但未能实施击落。消息人士称，韩军此次演习将就此寻求解决方案，构建察打一体系统。韩军还将在梳理战法时，加快陆军攻击直升机、空军 KA-1轻型攻击机、超音速战斗机等各种速度军机之间的协同性，有效应对来自低速和低空飞行的朝鲜小型无人机威胁。另外，针对尹锡悦下达的朝鲜每派1架无人机南下时，韩军派出2-3架无人机北上的指令，韩国军方已经落实，把2架 RQ-101无人侦察机派往军事分界线以北。无人机按照计划完成了拍摄朝鲜军事基地等侦察作战后返回，这也是韩国军队无人机首次深入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地方阵地。过去呢，针对朝鲜类似的一些行为，应该说韩国政府呢也会示强，但是呢，很少像尹锡悦政府这样，他强调对等的反应。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增加军费，特别是相关战略武器方面有一些规划和安排，我觉得这会对明年的半岛局势，它肯定是一个刺激。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韩国总统尹锡悦周4视察国防科学研究所，再称绝不容忍朝鲜无人机入侵韩国领空。周3更称不要因朝方拥核有任何顾虑，韩方要坚决反制一切挑衅。您对此有何观察？尹锡悦考察位于大田市的国科所 ADD， 这呢是少有的事先张扬、提前公布的总统行程，而且呢，国科所本身也是涉及到武器系统研发进展与应对评估的一个绝密机构。那么，军中的监视与拦截系统是它重点研发的方向之一。所以尹锡悦的这次访问，实际上呢，也是半岛无人机最新事态引发的连锁反应之一。
那么按照韩国最大媒体中央日报的说法，尹锡悦他今天在防长、总参谋长等等安保军事高官的陪同下走访 ADD， 他呢主要是2个目的，第一就是切断无人机事件引发的国防不安，那么其二就是对朝鲜释放强烈的警告信号。但是呢，在我看来，尹锡悦这次走访军中的绝密研发机构，至少还有另外2重目标。首先呢，就是对韩国军方的敲打警醒。就朝鲜无人机应对，韩国军方的系统应对显然是问题一堆。那么尹锡悦对此是相当火大的。韩军不但没有能够捕获或者是击落朝方的无人机，那么最初的反应呢，根本就是措手不及，忙中出错，甚至还摔了一架有人机。那么尹锡悦接报之后，曾直接下令，朝方来一架无人机，我们就应该派出2、3架来回应。这句命令也迟迟得不到响应。鉴于韩国军方昨天已经就无人机应对向公众道歉，那么韩媒现在已经有逼宫声音出来了，指责防长应该为事态请辞。那么其次，尹锡悦是要再度强化铁腕安保的人设。朝鲜无人机事件发生之后，韩国总统下达了一连串的指令，动作力度之大，对抗调门之高，都是相当罕见的。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尹锡悦昨天在主持幕僚安保会议时强调的这一番所谓的无惧朝核论。尹锡悦就声称说，不能因为朝鲜有核感到害怕或者是犹豫不决，以强制强，硬碰硬，这才是遏制挑衅的有效手段。那么核战斗武装力量被认为是朝鲜的终极威慑，是在任何时候、任何突发情况下都能够具备迅速精准的作战反应能力。而朝鲜最高领导的人呢，上月也曾明确指出，战术核武可以运用在部队中，并且完成战争威慑、争取战争主导权的重大军事任务。那么尹锡悦的最新喊话，无疑呢是对朝方核威慑的直接的无视，乃至是强行的勾销，这当然是非常令人不安的。